我叫吕德安，我写诗有40年，我画画呢也差不多40年。我的童年基本是快乐，成长于一个和睦的家庭。我在高一的时候，我就去上山下乡了。我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好像我提早的跳入自己的人生一样。我会喜欢劳动，我会喜欢锻炼身体，就看谁比谁壮，而不是谁比谁书读得多。那时候偶然得到一本普希金的诗集，就启发了我所谓的自由诗创作。而那时候恰恰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跟写信似的给女孩写诗。所以我90年代初出国，我会跟我的朋友说，不要用电脑给我写信，要用手写的。有一次我还记得，我在纽约画画，在街头画像，突然那时候有很长一段没有怎么跟舒婷写信，就当场我就用炭笔在我的画纸上写了一封信。你想想，炭笔黑乎乎的，容易掉，能粉末，我就写了一封信。后来他回信说，他读我的这封信以后，手变得满手乌烟，黑黑的。他说，我就感觉特别高兴。可以说，国外这3年的生活，使我有了这种异乡人的生活的漂泊感吧，那种感觉，我必须回来。我原没想到，我竟然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，院前一大堆乱石，有的混圆漆黑，从沃土孵出，有的残缺不全，像从天而降。四周弥漫着房子落成时的某种寂静。我不是要盖一个那么像城里的房子，没有用水泥，而是砖木结构的。到了房子的封顶，各个方向的窗口竖立以后，那些窗外的风景都是你的。我晚上经常挑战自己似的，提着灯或者手电，就走夜路去山里的邻居家去下棋啊，去聊天啊。在这个荒山野岭都会害怕在这里怎么睡觉啊。后来我深刻体验到，如果你的家是在这，你就没什么可怕的事。在我的山上写诗，好像更加能够有一种直观的对传统古典诗词的感应。石头啊，流水啊，包括我们中国水墨画，这些都会自然变成一个巨大的意象，在推动你。我有些画曾经是被销售出去的，有的藏家事后会说，这幅似乎没有形象的画，他说挂在他的大厅里，让股东们来开会，会不由自主地吸引他们看这幅画，发呆。
我听最多的一首歌是一首年轻人唱的，这是一首挺悲伤的歌，在某个段落近乎于在哭泣那种感觉，听完就觉得着迷，就仿佛回到了以前少年的状态。我差不多快30年在纽约跟大陆来来回回的，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大家普遍上是一种故乡的状态。在山上，一个农民陶地说到，他有一天砍了一条蛇，这条蛇被砍成2段掉下来，可是他怎么都找不到另一半，说游走了。我就突然觉得我是那回来的另一半，回到故土，然后在这边盖房寻找家的感觉。